嘿，没钱了啦！Hello，大家好，我是 Cowell，就是没钱才要安排海外旅游，你相信吗？这一集的内容是旅游浪人系列的第一集。如果你2025年 Q4 10月、11月、12月，也就是接下来3个月想要出国的观众，请你务必要看这一集，马上帮你省下2小时以上的时间查询机票。我要跟各位介绍海外旅游你必须要知道的外站四段票。外站四段票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台湾以外的航点出发的四段机票。试着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人，想要到日本玩，于是你买的机票是香港到台湾，台湾再到日本，可以选择在台湾转机或停留过夜后再前往日本。回香港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选择在台湾转机或停留过夜后再回香港。这样的机票其实是航空公司为了促进载客率所产生，让来台停留后前往下一站的人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搭乘飞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自段票对于生活在台湾的人来说，等于是你会先买一张机票飞去香港玩之后，回台湾再飞去日本，也就是一票两吃，一次玩两个地方。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对吧？但外站自段票有它的规则跟限制。我们先直接进入主题，推荐2025年 Q4临近的亚洲航点的外站自段票，再跟大家说明需要注意的事项。我精选了国际航空、华航、长龙、新宇、长飞的航点，不包含中国大陆及澳门。日本有9个，分别是札幌、仙台、东京、成田、名古屋、大阪、神户、福冈、熊本、冲绳。韩国有2个，分别是首尔、釜山。菲律宾有3个，分别是克拉克、马尼拉跟宿务。越南有4个，分别是河内、岘港、胡志明市、富国岛。泰国有2个，分别是清迈跟曼谷。马来西亚有一个是吉隆坡，新加坡有一个是新加坡，印尼有2个，分别是雅加达跟巴厘岛。2025 Q4怎么买最划算？我精选了10月中秋双十连假及11、12月的外站四段票组合，查询时间为10月1号。10月中秋双十连假，我提供的范例时间为第一段10月8号香港到台北，第二段10月9号台北到叉叉，第三段10月14号叉叉到台北，第四段10月15号台北到香港。寇贝尔的推荐呢是叉叉可以是札幌、东京、成田、大阪、神户、福冈、熊本、冲绳、清迈。曼谷跟巴厘岛。可以考虑看看的是吉隆坡、新加坡跟雅加达，因为他们的外站四段票跟来回票是差不多的。如果你刚好有想要去香港玩一趟的话，可以考虑看看。11月我提供的范例时间为第一段11月10号香港到台北，第二段11月11号台北到叉叉，第三段11月15号叉叉到台北，第四段11月16号台北到香港。扣贝尔推荐呢是叉叉可以是札幌、仙台、东京、成田、名古屋、冲绳、釜山、雅加达跟巴厘岛。可以考虑看看的呢是首尔。12月我提供的范例时间为第一段12月8号香港到台北，第二段12月9号台北到叉叉，第三段12月12号叉叉到台北，第四段12月13号台北到香港。寇贝尔推荐呢是叉叉可以是札幌、仙台、东京、成田、名古屋、大阪。那这个大阪是大阪去，神户回是星宇航空。福冈、熊本、首尔、釜山、新加坡、雅加达跟巴厘岛。可以考虑看看的是清迈跟吉隆坡。看到这边，你是否心动了呢？还是你有找到更便宜的机票价格呢？在这想提醒各位观众，机票的价格是随时在变动的，也有可能其他人买完机票后，价格就整个飙升上去。如果没有看到影片中那么优惠的价格，会建议你更改范例中的日期，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订票时也请留意外站时段票的规则，第一段跟第二段相差24小时以内，或第三段跟第四段相差24小时以内。第一段要搭才可以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在规划上要审慎的评估第一段前的机票购买。例如，我是买香港出发的外站时段票，台北到香港的这段，你的机票打算怎么买？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间是否要连续，或第三段及第四段的时间是否要连续？这些都是想提供给各位观众思考的。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何会选择香港作为外站次段票的起始点？原因是台北与香港班机往来密切，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点之一，有7家航空公司直飞此航线。以2025年8月份的数据来看，提供的座位总数是615万左右，载客率则是落在71.5%，与其他航班往往动辄80%的载客率是有一大段距离。例如大阪载客率是82.2%，首尔载客率87.4%。东京羽田载客率88.8%，
东京成田载客率86.0%，冲绳载客率85.2%。以 Coveo 的角度来试想，如果我是航空公司，那我一定会大力去卖台北、香港时间的机票，所以定期的外站四段票会以香港出发为主，价格也会比较优惠。以往我们看到的这个外站四段票是从吉隆坡、越南、曼谷出发的机票为主，但近期由于载客率相对较高，体量没有那么大，折扣的力度跟以往相比少了很多。接下来我会密切观察台北跟曼谷航线，载客量为232万，载客率为73.7%，跟台北、香港航线相比，载客量低了不少，载客率稍微高一些。有发现近期台北、曼谷航线的来回机票已经有显著松动。国际航空可以8000元新台币买到来回票，但外站四段票的效益还不明显。想飞曼谷的观众可以考虑直接购买来回票即可。小 tip，香港退离境税。我购买到了这个台北到香港的机票及香港出发的外站四段票。那如果你的行程是想要在香港过夜，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消息。10月1号开始，香港退离境税的方式改变了，如同表格所示，虽然它的离境税的收取从120变成200，但是时间的区间的话呢，如果你是48小时以内抵达香港并离开香港的话，可以退200元港币，大约是780元台币左右。那我们方便计算后，那总费用你可以节省800元左右。以长龙的四段票为例呢，我买到了台北到香港的单程机票1700元，搭配外站四段票总共约12300元，再扣掉800元的离境税，我只花了11500元在机票上，而且我玩了香港跟札幌，机票价格还比台北札幌来回便宜8200元，真的十分超值。关于离境税退税的方式，基本上你不需要准备任何的购买证明。像我搭乘长龙外站四段票的经历，你不需要自行准备任何文件，直接到长龙的柜台询问要办理离境税所需的收据后，再到离境税柜台办理即可。其他的航空也是一样的概念，详细的规定连结会放在说明栏中，供各位观众参考。之后也会不定时更新外站四段票的最新消息及补上返乡票，又或是更远航线的优惠资讯。那未来也可能会介绍里程兑换机票等资讯，也请各位期待下一期。喜欢我的内容，赶快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